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ou。自從豪宅 DLC 推出之後，玩家都可以直接從家裡瞬移到產業了，真的是很方便。可是萬一還沒錢買豪宅呢？要是去不是產業的地方怎麼辦？比方說掛機一定要去的電影院，沒有出生點的吞雲吐霧會館與席金斯直升機旅遊之類的。因此，今天來介紹2026年仍然可以用的差事瞬移大法，而且還有2招，大家可以依據自己的條件來選用。此外，在開始之前，必須先按 N 選單，編號，地圖光點選項，先確認這邊的小地圖的標示有沒有打開。要用的要開成顯示，不一定要全都顯示，但顯示的多，能飛的地方才多。主要要打開競爭模式類的差事，要有等人組隊的待機式的差事才能用。推薦至少競速賽的類型要全打開。準備好之後，就可以來差事瞬移了。2026年可用的方法有2種。方法1 ，ALT 加 F4 大法，先按 ESC 地圖，選擇想飛的地方。在室內開地圖的話，要先切換到大地圖。比方說想去電影院掛機，就選電影院門口的競速差事。以前很多掛機法都隨時間被 R 星修掉了。2026年最穩定的是電影院掛機，可以參考這個影片。那麼我們選好差事，右下角會有一排功能提示，看到這個開始進行差事，就是選好了。用手把的話，這邊會顯示 X， 這裡要照着影片做，按下空白鍵，會出現確定嗎？按下確定，畫面就會飛起來。在這裡按下 ALT 加 F4。會出現退出的畫面，在這裡停住，等25到30秒，仔細聽這個畫面的背景音效。現在是車水馬龍的背景音，一直到聽到聲音沒了或變了。就是現在，按 ESC 選否 ，Magic， 按 ESC 之後就來到電影院了。這是第一個方法。這個方法缺點就是要等30秒才能飛，不過飛很偏僻的地方的話還是很方便。最麻煩的地方就是按 ALT 加 F4 之後，要聽聲音來確認按 ESC 的時機，太早會回到原地。或是你也可以按碼表，等30秒過了再按 ESC 也行，反正失敗的話就再來一次就好。這個方法不止 PC 能用，主機也能使用，但方式略有不同。在 PC 按 ALT 加 F4 的那個瞬間，主機要長按手把的系統選單鍵，強制將控制器的電源關閉，一樣維持手把斷線的狀態大約30到40秒，重新開啟手把電源並連回主機，畫面恢復後就會飛到指定地點了。方法2，好友戰局大法。這個方法比方法1麻煩一點。首先操作的原理差不多，都是用地圖上的差事飛過去。不過這個方法有2個前提條件：一是你必須有個好友在別的戰局；二是根據好友的瞄準模式不同，操作的方法與限制也有些不一樣。分別是2人相同的瞄準模式，或是2人不同的瞄準模式。不過各有各的限制。如果你有2台電腦與雙賬號的話，又或是你有朋友能互相配合，就可以用2人不同的瞄準模式。如果你只有1個賬號，就必須要找 bot 才能用。bot 的意思就是24小時在線上掛機的機器人，放在後面解說。先來說雙電腦雙賬號，首先確認2個賬號的瞄準模式。瞄準模式可以在設定裡面看 ESC 設定控制器，可以看到瞄準模式是自由瞄準。為什麼是灰色的呢？因為在線上模式時不能改，你要回到劇情模式或剛進遊戲的標題畫面才能改。你若是自由瞄準，好友就必須是全輔助瞄準或半輔助瞄準，總之不能一樣。而且這好友不能待在邀請戰局，不然你無法主動加入戰局。他必須待在公開戰局或好友戰局，當然也不可能與你待在相同戰局。可以你們2人待在不同的好友戰局，就可以互相当對方的 bot。假設都已經準備好了，那就可以來飛了。ESC 地圖，選擇想飛的地方。
按下空白鍵或手把的 X， 按了立刻按 Home 鍵。選擇好友名字旁邊的加入遊戲，點下就會出現注意，你確定要加入一個不同的 GTA 線上模式戰局嗎？選擇是，就會彈出警告，您嘗試加入的戰局有不同的瞄準模式。這時就按 ESC 選擇否。Magic， 人物直接飛到目的地了，而且不用等30秒，可以說是隨傳隨到，非常方便。但是這個方法最大的問題，當然是你必須要有個好友了，而且還必須剛好不同瞄準模式又在可加入戰局。有這麼巧的事嗎？不過其實有些社群有提供 bot， 也就是接下來要說的方法3，找24小時在線上掛機的機器人。其實，在 GTA 5的社群有義務性質的 bot 機器人，不收費，但也不是官方的服務，因為也不是義務建立的。所以雖然這邊會介紹一下使用方法，但出問題的話，義務也不一定能解決。而且這個方法僅限Steam版 GTA 5使用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這邊以強化版為例，傳承版方法一樣，只是要用傳承版 bot。首先進入收藏庫，找到 GTA 5強化版，選擇商店頁面，一直往下拉，找到尋找社群群組。點進去，在搜尋群組找 JOBTP， 分成2個群組，都可以進去。選擇加入群組，加好了點進入聊天室。不過不是要進去聊天，在聊天室右上角放大鏡旁的搜索欄輸入小寫的驚嘆號，最前面幾個名字第一個是驚嘆號的就是 bot， 不用加好友，也不需要跟他們聊天。這裡的操作方法跟第2個方法一樣 ，ESC 地圖，選擇想飛的地方，按下空白鍵或手把的叉。原本這邊按了要立刻按 Home 鍵，不過方法3不用按 Home 鍵，而是用 Tab 加 Alt 切出視窗，打開 Steam 聊天室，或 Shift 加 Tab 叫出遊戲內 Steam 聊天室。在聊天室右上角放大鏡旁邊的搜索欄輸入小寫的驚嘆號，如果沒有出現驚嘆號開頭的 ID， 可以滾動滑鼠的滾輪，讓名單讀取一下。有的話就隨便挑一個點加入遊戲，點了就按 ESC 回到遊戲畫面。這裡根據網絡速度不同，有時要稍等一下。如果2人是相同的瞄準模式，一直按 Enter 直到無法加入，或是提示不同的瞄準模式，就按 ESC 退出。由於這些 bot 的戰局其實無法加入，所以最後都會被踢出來就是了。但被踢出來回到遊戲畫面，人物就飛到目的地了。以上3個方法就是猜事瞬移的基本方法了。接着是進階篇，通常你進任務之後，就會發現大地圖的藍點全沒了，地圖變得很乾淨，當然也就不能猜事瞬移。不過其實還是有辦法的。首先要先確認好設定的內容 ，ESC 線上選項配對調整已關閉。快速加入內容調成僅用戶製作。接着在你要進行任務之前，打開手機，快速加入，選最後一個隨機猜事，再選獨自1人。接着就打開計劃面板，選擇你要進行的任務。這時在 ESC 切換到大地圖，就會發現藍點都在，沒有消失。這時就按照方法1到3，選擇你想用的飛法，就能飛到任務目的地附近，可以省非常多時間。
等任務打開後，你如果怕真的被拉進隨機差事，就一樣打開手機，再點一次快速加入，搜索就會取消。這邊要注意的是，雖然飛過去沒問題，但回程的時候如果身上有任務道具或開任務載具，都是帶不回來的，會掉在原地。因此回程就乖乖的開回來吧，至少省了一半的時間。這個方法是 GDG 遊戲聯合公會的玩家發現的，非常好用哦。同時，如果各位想找人組隊的話， GDG 遊戲聯合公會的 Discord 新成立了 U 的專區，方便大家可以開團組隊，由 GDG 遊戲聯合公會的團隊負責管理，連結會放在說明欄。如果平常沒朋友組隊的話，可以到這邊找看看哦。那麼想看更多類似影片的話，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，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哦。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，下次再會。